怎么洗掉身上的穷相，养出真正的贵气？一提到贵气这两个字，很多老哥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不屑。咱们这代人经历过80年代的下海潮，见识过90年代的野蛮生长，在江浙沪的商场里摸爬滚打，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熬过夜。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，什么叫贵气？那是开着保时捷，带着百达翡丽，是靠真金白银硬生生堆出来的一面墙。但是这些年我接触过不少真正跨越了阶层、历经了周期的大佬，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你肯定也见过这样的人，有的人浑身上下都是奢侈品的大 logo， 饭局上开的都是几万块一瓶的拉菲，但是你只要跟他聊上10分钟，你就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极度紧绷的，时刻害怕被别人看不起的窘迫味。这种人钱是有了，但魂还没跟上。相反，有的人哪怕今天就穿着一件几十块钱的白 T 恤，坐在街边的大排档里喝着几块钱的啤酒，但他坐在那里，身上的那种从容，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定神闲，也让你觉得这个人绝对是条过江龙。这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？今天咱们不聊虚头巴脑的心灵鸡汤，我给你扒开表象，从心理学和商业人性的底层逻辑，深度聊聊什么是普通人，尤其是咱们到了这个岁数的中年男人必须练出来的底层贵气。我总结了4个毁掉我们气场的隐形杀手，这几个观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之前的认知，建议你先点个赞，咱们逐一来进行一场自我体检。先说第一个毁掉贵气的杀手，我把它叫做星号配的敢赤字星号。什么意思？咱们先来对号入座一个小细节。你平时买了一盒很贵的草莓，或者一箱上好的水蜜桃，你是不是习惯性的先把那些稍微有点烂的、碰坏的先吃掉，把最好看的留到最后？结果呢？留到最后，好的也放坏了。你回过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自己从头到尾吃的全都是烂水果。再比如，别人送了你一瓶30年的茅台，或者你自己买了一套几万块的高级西装，你平时根本舍不得碰，一定要等到什么最重要的高光时刻才拿出来。结果酒在柜子里放跑了气，西装挂在衣柜里，等到了自己发福穿不进去。这就是很多人的穷相。这种穷相不是银行卡里没钱，而是打心眼里觉得自己不配在当下享受好东西。咱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是新3年、旧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吃苦耐劳是我们打下江山的底色，这没有错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把这种苦行僧的心态带到了后半生，它就会变成一种诅咒。别人夸你一句老哥最近生意做得不错啊，你浑身不自在，赶紧拼命贬低自己哪里混口饭吃。去个高档一点的米其林餐厅，你连点菜都显得局促不安，生怕服务员多看你一眼。你总是在等一个完美的时机再去享受生活，结果把你大好的人生过成了一场漫长的带病带灾。怎么破这个局？我的建议是，从今天起开启你的高配体验。买回来的好茶叶，今天下午就泡上；买的好衣服，明天上班就穿。你要知道，物质被造出来就是为你服务的。当你开始理直气壮地享受好东西时，你的潜意识才会接收到一个强烈的信号：我很珍贵，我值得这世上美好的一切。这种舒展的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，就是贵气的第一层底色。不抠搜，不委屈自己，才是中年男人最大的体面。紧接着，咱们聊聊比没钱更可怕的第2种穷相，我管它叫星号注意力降级星号。各位老哥，你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为了给车子加个便宜2毛钱的汽油，你绕了10几公里的路，排了半个小时的队。或者在某多某宝上，为了凑一个满减的优惠券，
你浪费了整整2个小时去比价。又或者在停车场因为保安的一句话，或者外卖小哥不小心蹭了你的车，你就气得暴跳如雷，甚至一整天都在骂骂咧咧。心理学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概念，叫稀缺心态。当一个人太穷，或者太害怕变穷的时候，他的大脑带宽就会被眼前这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全部占满。咱们年轻的时候，为了拿下客户，1分钱掰成2半花，那是形势所迫。但今天你已经50岁了，你手下管着团队，家里有一摊子事，你为了省下那5块钱的停车费，为了跟路人争那一口气，你消耗的是你原本可以用来思考公司明年战略，用来陪伴家人，用来复盘投资逻辑的高价值脑力。你以为你在省钱，你以为你吵架吵赢了，其实你是在拿自己的黄金去换别人的破铜烂铁。古人说，将军有剑，不斩苍蝇。真正有贵气的人都懂得一种叫战略性吃亏的高级智慧。为了一点小钱跟人争得面红耳赤，这叫穷相。遇到烂人烂事，微笑着认个小怂，痛快地买单，然后转身把精力投入到能赚大钱、能提升自己的事情上，这叫格局。不纠缠，不内耗，就是你给自己下半生布下的运势最好的风水。说到这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那在人际交往里，怎么才能让人觉得我有气场、有贵气？这个问题是咱们很多中年男人踩坑的重灾区。很多人误以为和气生财就是我要对所有人都好，我要把所有人都照顾到，这样才能积累人脉。结果呢，你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不敢拒绝别人的讨好型人格。前同事推给你的烂摊子，你抹不开面子全接了。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来借钱，你明知道大概率还不回来，但怕背上为富不仁的骂名，你咬着牙借了。酒桌上明明自己肝脏已经发出警报了，别人一激将，你又端起了酒杯。你以为这叫仗义，这叫善良？我告诉你，在别人眼里，这叫廉价，这叫软柿子。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一句话，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。你之所以活得这么累，面相越看越苦，就是因为你承担了太多根本不属于你的别人的课题。各位老友，真正高级的贵气是一种星号温柔的锋芒星号。说话可以客客气气，但底线必须清清楚楚。当别人向你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，你根本不需要发脾气，你也不需要编造一堆借口，你只需要看着他的眼睛，平静而坚定地说，不行，这事我帮不了。你要记住一个社会潜规则，别人对你的尊重从来不是靠你无底线的退让换来的，而是靠你清晰的边界感和实力的壁垒迎来的。一个敢于体面的得罪人，敢于坚持自己原则的人，身上才会有那种不怒自威的贵气。你的善良很贵，必须留给值得的人。那么最后，咱们还得落到最现实的钱上。普通人想要快速提升认知和气场，钱到底该怎么花？现在网上有很多毒鸡汤，天天教中年人千万不要乱花钱，要把钱死死攥在手里。很多人听了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苦行僧。但我今天想告诉你一个极其颠覆的观点，你的审美、你的见识、你的商业直觉，从来不是在免费的短视频里刷出来的，而是靠真金白银喂出来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只吃过几十块钱的快餐外卖，你跟他讲高端餐饮的食材本味，讲服务细节，讲空间美学，他是不可能听懂的，因为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数据库。这就是商业上的经验盲区。江浙沪有很多做制造业起家的老哥，现在面临企业转型，总觉得做不出高端品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平时连去高端商场逛一逛，去顶级酒店住一晚都舍不得，你怎么可能知道高净值人群到底在为什么买单？想要打破这个盲区，你必须要学会一种投资，
叫做星号星号见识定投星号星号，去为你没有体验过的优质服务买单，去为你接触不到的高质量圈子交学费，甚至偶尔去喝一杯你觉得有些心疼的顶级下午茶，去感受一下那种高维度的氛围和磁场。不要觉得这是在交智商税，也不要觉得这叫铺张浪费，这叫花钱买一张通往高维世界的体验券。如果你不亲眼去看看那个更高级、更精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你就永远没有野心去赚更多的钱，你也永远无法拔高你的商业格局。把钱花在扩展认知的边界上，去升级你大脑里的数据库，这才是这个时代最高级的投资。好了，洋洋洒洒和大家聊了这4点，咱们总结一下。第一，建立配得感，享受当下的美好。第二，修剪你的注意力，拒绝无效的内耗。第三，捍卫你的边界，长出温柔的锋芒。第四，学会见识定投，用体验去拓宽人生的格局。高维认知住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，在人生的下半场，都能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贵气，活得通透，走得坦荡。点个关注，把这条视频收藏起来，当你觉得生活疲惫、状态紧绷的时候，翻出来再看一遍。咱们下期接着聊。